有一些饮食的行为啊，你以为很健康啊，其实正在毁掉你身体的健康。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5种健康饮食的盲区。第一个也是很普遍的一种假健康的饮食行为，就是用果汁、用果昔来代替水果。今天的水果，老实说，在我的眼中就接近于精加工食品了，因为今天的水果不甜，没有人吃，没有人买，所以倒逼种植水果的人想办法改善水果的甜度，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更加变本加厉地认为喝果汁会更健康。那我要跟各位说一说了，水果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微量营养素，蔬菜里面都有，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吃水果才能够得得到这些微量营养素。但是呢，水果里面有一种东西呢，大量存在蔬菜里面没有的，就是糖。水果里面的糖也分成葡萄糖和果糖，但是大多数的水果还是果糖比较多。各位你们要了解啊，果糖对我们健康其实是有危害的哈。果糖跟葡萄糖不一样啊，葡萄糖至少是一个我们的身体可以燃烧掉的东西。如果葡萄糖我们吃的比较多的话，身体一时之间燃烧不完，我们身体可以把这些多余的葡萄糖转化成脂肪，存在我们身体的脂肪细胞里面，我们身体是有办法处理的。果糖的热量我们身体的肌肉细胞不会燃烧，那么你认为果糖的热量会去了哪里呢？果糖的热量最后是全部交给我们的肝脏去处理的，在肝脏细胞里面会被转变成脂肪，然后呢存在肝脏细胞里面，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肝脏细胞也传不下了，就会把它转到其他的内脏器官里面去储存，变成我们的内脏脂肪了。尤其是我们的胰腺离肝脏最近，那胰腺里面也堆积了脂肪，我们健康会出现大问题的。所以大量的喝果汁来代替水果，其实风险很大的。你说如果是这样，那直接吃水果就没有果糖了吗？吃水果跟喝果汁之间的区别，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是鼓吹大家大量吃水果。今天大量吃水果本身是不安全的，可是如果你要吃水果的话，选择吃真实的水果远远优于喝果汁。为什么？因为水果里面有膳食纤维，它会减缓果糖的吸收，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果糖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在短时间里面摄入比较多的果糖，它就产生负面的作用了。所以如果你是慢慢吃水果，然后水果里面还有纤维，变成你果糖的摄入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摄入一定量的果糖，这个时候果糖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喝果汁你就得到了更多的微量营养素，这不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它是在危害你的健康的。第二个，你无形之中在伤害你健康的一个错误的饮食观念，低脂脱脂的食品吃了对我们健康比较有益。我跟各位说，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脱脂牛奶的？脱脂牛奶在欧美的话是1980年代末期1990年代初期才出现的，英文叫做 Slim Milk， 在1980几年的时候从美国开始的全面的推动低脂饮食啊，告诉大家说动物的脂肪饱和脂肪吃多了以后会引起心血管的疾病。在那个年代有一个机构啊，投入了大量的公关费用来帮助推广这个观念，叫大家吃低脂食物。你们知道是哪一个机构吗？美国制糖协会啊。为什么啊？你们去怪脂肪去，别来怪糖啊！你们健康不好，不要来怪我啊！各位，这是真的。脂肪对我们人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啊！我们学营养的人知道，食物里面的宏量营养素，就是提供给我们热量的营养素的来源，碳水化合物、脂肪跟蛋白质。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说，哎，蛋白质很重要，我们人呢不可以不吃蛋白质的。如果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为0的话，时间久了以后会威胁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蛋白质是必需营养素。我告诉你，脂肪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饮食里面脂肪的摄入为0的话，时间久了以后你会生病的，时间再久一点的话，它会威胁你的生命的。所以脂肪也是必需营养素。碳水化合物不是必需营养素哦，我们人的身体可以自己制造葡萄糖的。所以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你完全不摄入任何碳水化合物，你身体不会缺葡萄糖，你血糖还可以维持平稳的。这就说明碳水化合物不是必需营养素。很多人都忽略了，我们身体需要脂肪帮我们溶解各种各样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如果你的饮食里面没有足够的脂肪的话，即使食物里面吃到的各种营养素在你的胃里面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溶解，就不能够很好的吸收。你营养不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饮食里面的脂肪严重不足啊。如果你的饮食习惯是习惯于去找低脂的食物、脱脂的食物吃，你这种风险就会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低脂跟脱脂的食物往往他们为了增加口感，为了增加美味度，
他们会放大量的糖，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相当不利的。第三个问题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素食的问题了。我们学习饮食、研究饮食的人呢，对于吃素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排斥的。素食在人类社会里面其实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素食等不等于健康，那就不一定了。今天吃素的分成2大类，一类呢是吃全素的，就是蛋奶都不吃的，还有一类呢是吃蛋奶素的。这2类人呢，他们的饮食、他们的营养结构其实有蛮大的区别的。如果你吃的是蛋奶素，那么营养方面的安全顾虑比较少。如果你吃的是全素，我建议你不要仅凭自己的一点思维逻辑，仅凭自己的一点理想就去吃全素，你需要好好的学习，你身体里面会缺少某一些营养素，全素的饮食里面是得不到的，你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我发现吃素的人呢，往往呢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吃了很多的淀粉，因为那些都是素的。吃素的人用的食用油绝大部分来自于精炼的植物油，其实它是植物种子的油啊，这些油它本身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拿去精炼出来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本身的稳定性比较低，经过精炼了以后，它的稳定性更不好，它更容易氧化，吃到身体里面以后，其实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是蛮明显的。所以吃素的朋友不是就等于健康饮食，吃素的朋友更加需要关注你的饮食里面的健康来源了。那么吃素的人，你不吃动物脂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依然需要饱和脂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除了 Omega-3 以外尽量减少。那吃素的人，你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比较容易，比方说橄榄油啊，比方说牛油果油啦，比方说头道的茶油啦。你的饱和脂肪酸的来源可以是什么呢？椰子油是最理想的来源。椰子油有分成精炼的跟压榨的2种。其实精炼椰子油是非常安全的，精炼椰子油跟精炼的植物油它完全不一样的提取方式的。我为什么要提醒大家这2种不同的椰子油呢？因为压榨的椰子油是有椰子香味的，精炼的椰子油是没有椰子香味的。那如果你厨房里面炒菜，你去用压榨的椰子油，你注意了，它的烟点比较低，而且你做出来的每一道菜都是椰子味道，时间久了以后你可能就会一辈子不想碰椰子了。所以你可以用没有香味的经过精炼过的椰子油，那就相当理想了。那这样的话，你的饱和脂肪酸的来源不需要来自于动物。但是吃素食的朋友们，你们是需要特别的关注，因为如果你淀粉吃得多，添加糖吃得多，对你的健康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你们胰岛素抵抗的风险一点不小于我们其他的吃肉的人呢。我过去经常跑到高原到寺庙里面去，看到很多的僧人呢，肚子很大的，他们其实有相当多的人代谢健康不理想的，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的淀粉，他们吃了很多的植物油，他们可能吃了很多的添加糖，对他们的健康相当不利的。所以提醒吃素的朋友们，你们要非常小心非常仔细的设计你的饮食，如何吃得更健康更安全，这才是上策。下面一个我们要讲一讲的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过度的依赖所谓的超级食物。我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发他们吃的，他们去买回来的我觉得奇怪的东西给我看，你去看它的配料表里面，各种这个籽那个籽，奇亚籽、亚麻籽、藜麦，各种粗粮，各种豆，这个黑豆那个豆，然后呢全部磨成粉了以后冲了水让他们去喝。这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饮食模式啊？我个人并不赞成啊，我还是赞成大家吃真正的食物啊。如果我们吃食物原来的形态，那么奇亚籽就是奇亚籽，亚麻籽就是亚麻籽，超级食物就是超级食物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像奇亚籽、亚麻籽、藜麦这种食物适不适合大量的吃？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这个东西好，所以呢越多就越好。如果你亚麻籽、奇亚籽吃多了，你小心出问题的啊！它们的纤维非常高啊。我们在吃奇亚籽、亚麻籽的时候，我们是少量吃的，一次吃个15克到20克左右，然后呢我们要喝大量的水的，因为它纤维非常丰富，你水喝的不够多的话，在肠道里面它可以变成一个硬块的，你会相当不舒服的。所以这些超级食物不是越多越好，真正对我们健康比较有利的是食物的多元化，越多元越好。平时我在跟大家沟通饮食的选择的时候，真正营养来自于多颜色、多种类、多元化的蔬菜，其实是最安全的。不同的超级食物，奇亚籽、亚麻籽少量的吃一点 OK 的了，不需要大量的吃，平衡的去吃，这样子对大家
健康的、比较有保障，去买那些一罐一罐磨成粉的所谓的超级食物，各位又劳民又伤财，最后结果对你的健康来讲并没有带来太大的贡献，而且往往你们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心理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觉得说自己营养已经丰富了 OK 的了，你就忽略了其他的营养的均衡了，这是一种不平衡的饮食思维，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接下来要讲一讲另外一个看不见的健康盲点，就是高蛋白饮食。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减下来，因为它会转化成糖，而糖对我们健康带来的危害很多很多。然后我们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把这一部分减下来的热量换成脂肪，所以我们脂肪的热量会相应的增加。各位听清楚了哈，脂肪的热量会相应的增加，不是大量的吃脂肪，这是不同的概念哈。可是有很多的同学在听了这个理论了之后，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呢，他们把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减下来了，但是脂肪呢，他没有往上加，他把蛋白质给升上去了，这就是所谓的高蛋白饮食了。我们身体自然的可以燃烧碳水化合物，可以燃烧脂肪，可是这两种热量都很少的时候，蛋白质的热量比较多，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直接燃烧蛋白质，可是这个是你饮食里面最主要的热量来源了，所以这个时候等于你在强迫你的身体在体内透过糖益生的手段，把你吃进去的蛋白质转变成葡萄糖给你的身体燃烧。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很浪费能量的，它消耗很多能量的。第二，它转变出来的葡萄糖依然会跑到你的血液里面去，造成胰岛素的上升。当然没有碳水化合物吃了以后胰岛素上升的厉害，可是无论如何它会造成胰岛素的反应。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的身体是不能够转变过来脂供能的。我们的身体说实在话，选择燃烧葡萄糖也好，选择脂肪也好，当我们的身体需要选择蛋白质转化成葡萄糖燃烧的时候，对我们身体来讲是最后手段。而你在吃高蛋白饮食的时候，你等于是强迫你的身体透过最后手段来给你提供能量，效率很低很低。所以呢，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饮食方式，盲目的追求高蛋白饮食。什么叫做不盲目的追求高蛋白饮食？如果你有健康的需要，你有慢性病的需要，医生告诉你需要多吃一点蛋白质 OK。 如果你是健身的人群，你需要比较多的蛋白质，脂肪你依然不能少。所以各位，当你要盲目的吃高蛋白饮食的时候，你应该要好好的斟酌斟酌，这个是不是对你来说最好的策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5种健康饮食的盲区，谢谢大家。